歡迎來到煙虎味廚房。把雞蛋液淋在豆腐上面，沒想到瞬間就是一道好吃的美食。首先準備2塊比較老一點的豆腐，切成厚薄均勻的片。老豆腐豆香味濃郁，質地比較硬，在操作的過程中不容易碎，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把切好的豆腐擺在準備好的盤中，像視頻中這樣一片壓着一片，像花瓣一樣圍成一個漂亮的圓圈。這樣的擺放不僅是為了好看，更是為了受熱均勻，使每一塊豆腐都能夠入味不加生。盤子的中間也不能空着，我們也要擺上2塊，擺成視頻中這樣放在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不需要太多，3到4個就可以。加入少許的白醋去除蛋腥味，少量的食鹽提前入下底味。接着往小碗中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，充分的攪拌均勻。這就是所說的水淀粉，用勺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所有的淀粉完全溶解在水中。把雞蛋液稍微的攪拌幾下，然後再加入調製好的水淀粉，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。雞蛋液裡面加入水淀粉，並非多此一舉，而是口感精細化的處理。水淀粉能夠給雞蛋增加一點膠質和韌性。充分的攪拌均勻，淋上1/2就可以，放在一旁靜置着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小塊瘦肉剁成肉末，不喜歡吃豬肉的也可以用牛肉末來替代，也不需要太多，1小塊就可以。接着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拍過的大蒜更容易激發出蒜香味。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蒜末。1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末，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備用。準備幾個洗淨的小米椒，切成小圈，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用放。1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蔥白和蔥葉分開切。首先把蔥白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和小米椒放在一起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往鍋中加入多一點的菜籽油，油熱之後把雞蛋豆腐直接倒在鍋中。接下來把剩下的1/2雞蛋液淋在豆腐上面，使雞蛋液完全包裹着豆腐，大約煎至1分鐘左右，稍微的放动一下鍋，這樣不僅防止粘鍋，同時還可以使雞蛋快速定型。稍微的轉動一下鍋，使雞蛋液快速的凝固。在煎制的過程中，我們一定要控制好火候，全程用小火，不然的話底部的雞蛋液很容易燒焦燒糊，那樣的話就不好吃了。現在的雞蛋液還沒有完全的定型，接下來扣上鍋蓋，開最小的火，稍微的燜2分鐘左右，使雞蛋液快速的凝固。2分鐘以後打開鍋蓋，這個時候的雞蛋液已經完全的凝固了。接下來準備一個鍋蓋，把煎好的雞蛋餅直接倒在鍋蓋裡面，然後再倒扣過來，這裡一定要小心點，不要燙到自己的小手啦。現在的雞蛋顏色金黃，看着特別有食慾。同樣的方法，轉動一下鍋，把蛋餅的另外一面同樣煎至金黃，大約煎至2分鐘左右，煎制成視頻中這樣。
這個時候的雞蛋豆腐已經完全的成熟了，倒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把剁好的肉末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小火把肉末炒散，炒出香味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蔥薑蒜、小米椒，小火煸炒出輔料的香味。雞蛋豆腐要好吃，我們要加入一勺黃豆醬，增加醬香味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黃豆醬炒乾多餘的水分，這樣更好的激發出黃豆醬的醬香味。經過炒制過後的黃豆醬，醬香味撲鼻，聞着都特別有食慾。接下來加入1大碗的溫水。下面我們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1大勺的生抽醬油。因為黃豆醬本身含有鹽味，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添加食鹽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看到這裡啦，今年發財的小鼠點個讚再走唄！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靠上鍋蓋，原號用最小的火，大約燜煮1分鐘左右，使雞蛋豆腐和肉末以及黃豆醬充分的融合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豆腐和雞蛋的香味，聞着都特別的有食慾。稍微的放動一下鍋，使鍋中的雞蛋豆腐慢慢的把湯汁吸乾。在出鍋之前加入少許的雪淀粉，澆上薄薄的芡汁，把湯汁收至濃稠，使雞蛋豆腐的表面都能夠裹上醬汁。一道營養又好吃的雞蛋豆腐就這樣做好啦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加入切好的蔥花，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金黃色的雞蛋包裹着嫩滑的豆腐，中間還藏着噴香的肉末，每一層都裹滿了鮮香，一口咬下去全是媽媽的味道。外層的雞蛋軟嫩鮮香，中間的豆腐入口即化。豆腐提供鈣質和植物纖維，雞蛋補充卵磷脂，肉末提供血紅素鐵，三者結合是一道高蛋白、低脂肪、易吸收的營養硬菜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